每年光是酒驾就造成超过12000人死亡，然后还有将近40万人受伤。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完全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但如果我告诉你，终结这场悲剧的技术不止已经存在，而且，很快就会变成所有新车的标准配备，你会怎么想？这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科幻小说的感觉。但事实上，美国有一项联邦法律已经悄悄地把这一切都启动了。这不是未来式，是真的正在发生。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场即将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汽车革命。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要为你完整解析这项技术，它到底是什么，车子要怎么知道你喝醉了，然后这一切对我们的驾驶生活又代表了什么。我们手边的资料非常完整，从美国国会的立法原文、交通部的研究公文，到倡议团体的报告，甚至还有去年底才刚发表的顶尖科学期刊论文。没错，我们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了，我们先从源头说起。这一切的起点是2021年通过的一项非常庞大的联邦法律，叫做《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内容真的是包山包海。对，但里面就藏了一个可以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条款，叫做 HALT 酒驾法案。HALT 它其实是一个缩写，是为了纪念一个因为酒驾而全家罹难的家庭。这个法案的核心，说穿了其实很直接，就是给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NHTSA， 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什么任务？去订定一个全新的联邦汽车安全标准。而这个标准的内容就是强制所有未来在美国卖的新款轿车都必须配备被动式的防酒驾技术。对，这个关键词就是被动式。这很重要，对吧？因为这跟我们以前可能在电影里看到或听过的那种要对着机器吹气才能发动的酒精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酒精锁是主动式的，通常是用在有酒驾前科的驾驶身上，算是一种惩罚或监控。但被动式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普通驾驶，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对，你就像平常一样坐进车里，启动引擎，然后车子本身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完成侦测。它的目标不是惩罚，是预防。这就让人很好奇了。不用吹气，那车子到底要怎么知道？我们手边的资料里好像提到了几种主要的路径。是的，目前大概有3条主要的技术路线在竞争。第一种，最直觉的就叫做气体侦测式，用闻的。没错，它就是在车内安装微型感测器，然后被动的去分析空气，捕捉驾驶自然呼出来的气体，来判断酒精浓度。等一下，这里有个很实际的问题耶。如果车上不只有我一个人呢？万一是我旁边的朋友喝了酒，那车子会不会搞错，以为是我喝了？要怎么确保他闻到的是驾驶的气？问得非常好，这就是这项技术最大的挑战之一。所以感测器的安装位置和整个车内的气流设计就非常非常关键。有些设计是把感测器整合在方向盘或是驾驶座上方的那个饰板里面，想办法去捕捉最接近驾驶口鼻的空气样本。这背后需要非常精密的演算法来过滤掉环境中的各种干扰。了解，听起来很复杂。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触控侦测式，用摸的。对，它的概念是在驾驶一定会碰到的地方，比方说引擎的启动钮或是方向盘上安装光学感测器。当你把手指放上去的时候，它会发射红外线光束穿透你的皮肤表层，去侦测皮下微血管里的酒精含量。哇，用光来看血液里的酒精，这听起来更科幻了。确实很酷。那第三种技术呢？第三种则是驾驶监控式，这条路径是建立在很多车厂已经有的技术上面了。它利用车内的摄影机，但它不是在闻或摸，而是在看。看我的脸吗？对，它会追踪驾驶的眼睛，分析你的瞳孔变化、眼球移动的速度、眨眼的频率，甚至是头部姿态的一些微小改变，来判断你是不是处在酒精影响下的状态。哦，这就跟现在很多车上都有的那个疲劳驾驶警示很像了吗？没错，像是苏巴路的 Driver Focus 或 Volvo 的系统，他们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所以这算是软体升级版。
可以这么说，它的优势是硬体已经在那里了，但挑战在于要很精准地区分疲劳、分心还有酒醉的行为模式，这需要更大量的数据和更聪明的 AI 演算法。所以这3种技术各有优劣。NHTSA 才给了自己3年的时间来评估，原来如此。看哪一种或是哪几种的组合最可靠、最不容易被骗过去，也最能被大家接受。这也回答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时程。照这样算，配备这种技术的新车，最快在2026到2027年，没错，就会正式出现在市场上了。我们真的就站在这个变革的门口。好，既然提到了3种技术，我们来深入钻一下。尤其是第一种气体侦测，不用揣气就能闻到酒精，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面其实牵涉到好几种不同的感测技术。我们来聊聊2种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是比较基础的，叫做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感测器，简称 MOS。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被加热到特定温度的陶瓷片，上面涂了一层金属氧化物，最常见的就是二氧化锡 SNO2。所以这块小小的陶瓷片就是车子的鼻子。没错，就是它。当乙醇，也就是酒精分子飘过来碰到它的表面时，会发生化学反应，然后导致这块陶瓷片的电阻值发生剧烈的变化。车子就是透过读取这个电阻值的变化，来判断空气中有没有酒精，浓度大概是多少。优点是什么？优点是成本非常低，反应也很快。但听起来它好像会有点太敏感。如果我只是用了有酒精的干洗手，或是车上不小心洒了香水，它会不会就立刻大叫说我酒驾了？这就是它最大的缺点，选择性比较差。它就像一个很灵敏的警卫，知道有人来了，但不太确定来的人到底是谁。好，这个比喻很好。所以科学界一直在找更精准的方法，这就带出了第2种技术，叫做非分散式红外光谱技术 NDIR。哇，这名字听起来就专业多了。它的原理也确实秘密得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指纹辨识系统。指纹辨识？对。它会对着空气样本发射一道特定波段的红外线。我们知道不同的气体分子会吸收不同波长的红外线光，就像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一样。乙醇分子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吸光光谱指纹。感测器就是透过分析这个指纹，来100%确定空气中是不是酒精，浓度又是多少。所以 NDIR 就像一个超厉害的刑警，他不只知道有人来，还能精准地叫出那个人的名字，直接把乙醇分子给揪出来。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 NDIR 还有个巨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它能分辨酒精的来源，它可以区分出来自你肺部深处的肺泡气体酒精，这个才真正反映血液酒精浓度。跟你刚喝完酒残留在口腔里的酒精，这就能有效避免很多假阳性的误判。像是如果我只是用了含酒精的漱口水。完全正确。喂，谈到技术啊，我们手边有一份去年底刚发表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让这项技术又往前冲了一大步，这真的很惊人呢。是的，这项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的研究非常引人注目。科学家们回头去改良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比较基础的 MOS 感测器，他们在传统的二氧化锡薄膜上覆盖了一层极其微薄的二氧化乳甜奈米片。奈米片，这听起来就很厉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感测器加了一个超级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没错，这层奈米片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让酒精分子在感测器表面的反应效率大幅提升。根据论文数据，加上这层奈米片之后，感测器的灵敏度飙升了337%。等一下，337？你不是说30%哦，是300多哎。没错，337%。哇，这不是微调哎，这根本是整个等级的跳跃了。没错，是个巨大的飞跃。
它能侦测到多低的浓度呢？数据是10亿分之5，也就是5 ppb。5 ppb 是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这就像在一个标准的奥运游泳池里，你滴入几滴酒，这个感测器都能精准地闻到。真的假的？这代表就算你只是喝了一小口啤酒，过了一段时间，你呼吸中那种极其微量的残留气体都可能逃不过它的侦测。而且这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漂亮数字而已，对吧？我看他们还做了真人实验。这正是这篇论文最关键的部分。他们让受试者在控制环境下，每隔一段时间喝下定量的啤酒，然后用这个新型感测器及时追踪他们呼气中酒精浓度的起伏曲线。结果呢？结果发现，这条曲线跟那种高精度的商用酒测器测出来的结果几乎完美重合。这就证明了这项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具备了真实世界应用的潜力。技术的发展速度真的超乎想象，但这就带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当这个潜力真的被放进我们的车里，它会怎么跟我们互动？假设车子真的亮起红灯，说你酒精超标了，接下来呢？车子会直接罢工，无法发动吗？你问到了这整个企划的核心，也是最复杂的部分。这正是 NHTSA 目前正在投入大量资源研究的关键。我们手边有一份他们在2025年12月发布的政府公文，就是在详细说明他们要如何设计出最适合的警告信号。他们是怎么研究的？总不能真的找一堆人喝醉了来开车吧？当然不行，那太危险了。他们的研究非常严谨，是使用那种很高阶的驾驶模拟器，而且他们真的会让受试者在严格的医学监控下喝下精确剂量的酒，让血液酒精浓度刚好达到 0.08% 的法定上限。哇，还真的让他们喝？对，然后研究人员会测试这些处于微醺状态的驾驶对于仪表板上出现的各种不同视觉图示，或是各种警告声响的反应时间和理解程度。所以目标是找到一种最有效的警告方式，既能确实提醒，又不会造成危险。完全正确。你想想看，一个已经处于判断力下降状态的驾驶，如果给他一个太复杂、太刺耳或太容易忽略的警告，反而可能让他更分心，甚至引他恐慌，造成更大的危险。有道理。所以，这个警告必须设计的极其直觉、清晰，而且无法轻易忽视。这是一个结合了工程学、心理学和人因工程学的复杂问题。这确实需要非常细密的设计。不过，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大家肯定会想到的问题：隐私。我的车会不会变成一个抓耙子，侦测到我喝酒，下一秒就自动通报警察？法记录，像 MADD 这样的反酒驾组织的公开声明，再到 NHTSA 本身的文件，都口径一致地强调，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执法。话是这么说，但要怎么确保这一点？核心原则是，系统收集到的任何数据都不应该被储存、传输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它的法律定位就像你车上的安全气囊或 ABS 防锁时刹车系统。安全气囊引爆时会记录下撞击数据，但这些数据是用来改善车辆安全，不是用来监视你。这套防酒驾系统也是一样的逻辑，它是一个被动的安全装置，不是执法工具。不过你也可以想象，未来保险公司可能会跑出来说，如果你愿意分享数据，我就给你保费折扣。这种灰色地带好像很难避免呢。的确，这就是为什么法规的细节至关重要，必须从法律层面就明确规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范围。这场关于数据隐私的辩论肯定会随着技术的普及而越来越激烈。好的，那下一个现实问题，钱。在每一台新车上都加装这些高科技，会不会让已经不便宜的车价又往上涨一大截？我们在资料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关于成本。大家可能会以为加装这种高科技会让车价暴涨，但研究报告的估算其实出乎意料的低。多低？如果采用的是前面提到的驾驶监控式系统，因为很多车的硬体就是那个摄影机已经有了，主要只是软体升级，成本可能只有个位数美元。个位数美元，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吗？没错。那如果是需要新硬体的呼吸侦测系统呢？对，那种呢？像是那个正在开发的 DADSS 系统，根据他们公布的资料，初期的硬体成本大约落在150到200美元之间。150到200美金。对，而且这还是初期的估算。
就像安全气囊或倒车雷达一样，一旦成为标准配备，进入大规模量产，成本还会持续快速下降。而且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笔账。根据 NHTSA 的统计，光是2019年1年，酒驾车祸在美国造成的医疗、物损、生产力损失等等的社会总成本，就高达2960亿美元。2960亿，对，是天文数字。所以用几百美元的技术成本去预防这个天文数字般的损失，这笔投资的效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看到的。一项来自联邦的强制命令，正在推动被动式防酒驾技术成为未来所有新车的标准配备。最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换用哪种技术的问题了。而支撑这场变革的感测技术，也正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337% 的惊人速度在发展。从精准的红外线光谱到先进的奈米材料，汽车的嗅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同时，政府和研究机构也正投入大量心力去研究如何用最人性化、最有效的方式，在侦测到风险时与驾驶沟通。也难怪我们看到像 MADD 这样奋斗了几十年的反酒驾组织，会称之为终结酒驾的开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宣告。对啊，的确，如果我们把格局再拉得更大一点，会发现为了汽车安全开发的这项技术，潜力远远不止于此。同样的呼气感测技术，未来很可能就会走进医疗领域。哦，你的意思是车子不只可以闻到酒精？完全正确。我们的资料中提到，科学家早就发现，人类的呼气中包含了上千种微量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是我们新陈代谢的产物，就像是身体监控的信使。举例来说，监测呼气中的丙酮浓度可以追踪糖尿病的状况，氨气的浓度则和肾功能有关。等一下，这太惊人了！所以未来我的车可能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就跳出一个提示说：“嘿，你的血糖好像有点不稳定，该注意一下了。”理论上完全可能。今天为了终结酒驾而投入巨资研发的超灵感感测器，未来很可能就变成你车上内建的个人健康监测工具。哇，这等于是把一个小型的健康实验室直接装进了你的汽车里。这真的开启了全新的想象空间。最后，我们想留一个问题给你，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今天讨论的技术，绝大部分的应用场景都是在发动前防止一个已经喝醉的驾驶把车开上路。但你想想看，那些基于摄影机的驾驶监控系统，理论上它也能在车辆行驶的途中，及时侦测到驾驶出现了酒驾的行为模式。这就带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伦理和技术难题。如果你的车在高速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突然判断你喝醉了，它应该怎么办？主动介入，帮你把车安全地停到路肩，还是不断闪烁警示灯，并强制把车速降下来？如果他判断错误了怎么办？这个智慧介入的界限到底该画在哪里？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的挑战，也留给你在这次的讨论之后深入思考。